啊，啥子啊呢？看这个那个地图上呢，啊字，哪个字？啊，哦，去看，哦，哦，一，一，哦，哦，u，鱼，当然呢，鸡的，现在是鸡，你鸡的更不是鸡，你西光是西光是西光大，哦，当然呢，婆婆西藏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 Hello， 链接观看3个周边云菜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里呢是西藏，是我的家乡，位于祖国的西两边处，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西藏当地人呢，主要以藏族为主，由蒙巴族、珞巴族为辅。除了当地人呢，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汉族、回族朋友。 还有大家的好朋友卓玛，欢迎到西藏来旅行。西藏呢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方，相亲相爱，大家庭。大家可能会好奇，藏族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西藏的人呢都很热情。到西藏来旅行，最重要的是遵守当地文化以及保护环境。作为一名文明的游客， 藏族人是热情好客的民族，如果外地朋友真诚，那我们就真诚。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真心换真心。很多外地朋友到西藏来，都经历了一段愉快的心情。在这里，本地人会拿出美食和酥油茶招待，还有洁白的哈达。如果需要帮助，当地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乐于伸出援手。有人在西藏玩游一段时间，回去还能结识到很多藏族朋友。 西藏的人都很休闲。西藏对比一线城市，这里的优势就是休闲。人生可以选择的途径很多，去大城市实现追求，进入大企业创造高科技是一种；在小城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买车买房，家人团聚也是一种。西藏由于人口不多，所以没有一线城市那么繁忙感觉。 即使现在拉萨人口变多，大公司进驻街道也会堵车，但是在拉萨的甜茶馆里也有足够的休闲。拉萨甜茶馆里休闲的形象，在广州那种的一线城市是绝对看不到的。所以藏族人比较享受生活，钱是赚不完的，只要够花，晒晒太阳，喝喝茶即可。 而且西藏的房价不比一线城市高，在西藏买房既能享受美好的风景，又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西藏的人很注重传统文化，在西藏处处可见的藏式的文化符号，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上百年延续，早已成了生活中不可缺一的部分。比如古代的诗、文人留下的著作，还有饮食，还有传统文化。 藏族的文化传统在拉萨随处可见，即便是一座需要现代化发展的城市，也把西藏的特色建筑给留下来。拉萨以八廓街为中心，方圆几百公里都是特色的藏式建筑。在拉萨的市中心，基本看不到高楼。 拉萨的高楼都是向西发展，形成了以溜新区、堆龙德庆区现代化城区。高新公司基本都集中在那里，将会是未来科技发展中心。不仅如此，在当地人身上也能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即便是年轻人，依然以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西藏的人也很单纯善良。 西藏的人其实也单纯善良。西藏乡村出来的孩子大部分没有出过西藏，没有去过大城市，所以并不比那些人精明有手段，也就是不会有心机。西藏的人不会想做对人不利的事儿，也不会轻易的信任一个人，所以和我们交往都比较简单。你们对我好，我就对你们好。 有人说西藏的人不喜欢外地人，其实不喜欢不文明的人以及坏的人，因为一些特例的事件以及导致误解是都有的现象，还是需要多去了解对方。外地人多来西藏看看，本地人多过去外地看看，误解相互就会解除。看到没有，他们在干嘛呢？他们是在摸鱼啊，因为这个水快要干了，然后把一滴水里面的鱼都摸回去，然后放生到那个河里面。我们都是地球一家人，都是祖国一家人，希望相互了解，消除对彼此的误解。哪里都有好人坏人，让我们相亲相爱，团结一致。
好了，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点个关注不迷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Hello，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我现在在上车，要去哪里呢？到了就知道了。之前有很多观众问我，西藏是不是很穷？藏族人的生活幸福吗？我现在要过去的就是西藏林芝的一个农村，给大家展示一下西藏的农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村距离林芝市有70多公里，大概要走1个多小时。我现在到这个村子的门口了，这个村叫张巴村，是巴育区管辖的。从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就是去拉萨的路。我每次放寒暑假都会经过这条路的，但是我没有去过这些村。由于这些村里我没有认识的人，所以没法让他们带我看看，所以我只能自己在外面拍一点，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除了一些人觉得西藏很穷，还有一些人觉得西藏很富。实际上，真实的西藏和大家所在的地方一样，有穷的也有富的。就拿林芝来说吧，在西藏不算穷，但是也有一部分贫困村。有的人觉得西藏的藏族每家每户都有几千头牦牛，其实这个也不对的，因为西藏的藏族也分为农民和牧民，农民主要以农业为主，牧民大部分集中在高海拔的地区。整个西藏也很难找到家里有几千头牦牛的人所以并没有那么多千万的富裕。给大家看看西藏农村特色的房子，房子呢大概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主要是以石砖为主，上面还有一些藏族特色的一些彩绘。但是这里的房子跟我们日喀则那边的话完全不一样，尤其是这个房顶，我们那边的话房顶可以上去有天台的那种，但是这个是一些铁皮还有瓦把它覆盖起来的。还有这个石砖我们那边有的是那种石砖，有的是用那种土鳖做起来的玻璃跟上面的这个彩绘是一样的。这是个啥呀？天呐，大家不要觉得西藏的房子都是国家帮我们修的，其实很多房子都是我们自己修的。国家会帮助我们完善一些基础的设施，比如说公路还有路灯这些，让农村配套更加的完善，让农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国家帮忙修的，比如说是异地搬迁户，还有一些是特别贫困户的那些，是国家帮忙他们修的。这个呢就是当地村民的田地，这个基本上种的都是青稞，现在呢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草根了。那些的牛就是吃这个草根，你看那边有好多好多牛。由于西藏种不出很多蔬菜，所以青稞呢是西藏的主要农作物。除了青稞呢，还可以种一些玉米，还有一些小麦的。但是我们那边种玉米的话，不是人吃的，就是喂给牛的，做一些饲料。刚好刚刚那个大叔他在做那个藏香猪的猪饲料。嘴巴在哪里呀？我还发现了一个特点，我就没有看到林芝这边的墙上放那个牛粪，但是我们日喀则那边的话，院子还有里面都是放那个牛粪。墙上放牛粪的作用是把它晒干以后用来取暖，还可以当柴火做饭。我现在可以回答那位观众的问题了，就是西藏藏族人们生活幸福吗？我的回答是，藏族人们生活很幸福，我们可以读书，每个孩子都可以上到学，可以努力奋斗，将来会有一份属于自己的
工作，会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西藏的工资水平不低，只要勤劳肯干，不会饿到自己。西藏的基础教育不是很好，所以每年都会有全国各地来的志愿老师为西藏的教育出力。所以卓玛作为西藏的一份子，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还有全国各地来的朋友。西藏藏族人民的生活很幸福，这里呢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都很有钱，也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贫穷。其实吧，幸不幸福，我觉得不需要用金钱来衡量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只要生活的好，还有最重要的是家人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了，那今天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